全世界，带您探索这个世界。欢迎收看《欧陆巨人成功学》，聚焦德意志。我是舒梦兰。2014年是柏林围墙倒塌25周年纪念。回顾25年前，当时的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曾经说：“虽然打败德国人2次，但他们一定会卷土重来。”果然，现在所有的分析家都认为，欧洲的权力中心不在欧盟总部布鲁塞尔，或是巴黎，或是伦敦，而是在柏林。而事实上，德国之前还是欧洲的一个边陲国家，现在不论在位置上、经济上或政治上，都成了欧洲的中心。一个在2000年前被称为欧洲病夫、2次世界大战都战败的国家，是如何成为今天的欧陆霸权？德国有什么值得世界借鉴的成功学？我们的采访团队这次从南到北，从德国工业小镇到首都柏林，深入德国。首先就要先带您从 Made in Germany 德国制造开始谈起。晨光赶走黑夜的宁静，沉寂一整晚的柏林地标布兰登堡门顿时光明。位在欧陆版图中心，德国源自于古代的日耳曼民族，历经世袭王国2次大战洗礼，成为今天的联邦共和国。常年分隔东西柏林的围墙倒塌历经25年，德国也从一个战败国摇身一变，成为欧洲最大经济体、工业国以及最大的劳动力市场。每年为欧盟创造20%的产值，今年比起去年还要再成长1.8%。德国在欧洲拥有最大发言权，但8000万人口如何从战败后崛起称霸？梅宁根位在德国南部，一个聚集古城门、塔楼和老石墙的小城，它也是德国重机具品牌创始地。你现在所看到这些重机具设备，一台要价将近5000万台币，但在全世界的工地几乎都可以看得到它，而它们全是德国制造。2次世界大战后，战败的德意志百废待举，重建最需要的挖土机和起重机产业兴起。空中巴士 Airbus 380的起落架，德国高铁 ICE 的空调系统，还有每年出产2500台车轮式挖土机。德国制造4个字，今天肩负着全世界的重级大业。即使是生产一台家用电冰箱，德国人也要秉持顶级的工艺精神。这里就是测试冰箱门开关的测试中心，每一扇门都必须要达到10万次的耐久度，可以确保它使用30年。这个房间内不能有任何噪音，所以你现在如果地板你如果这样晃动一下，你会发现它其实是有避震系统的。Is that we have a completely silent room and don't use any factors that we can reduce it, and we really record the real noise in there, and you can see how loud it really is. 要求做到最安静的冰箱，就打造完全无声的测试环境。
要坚持耐用数十年，就要测试门把10万次。更深度研究食物会在哪一种温度下最能保持新鲜，而打造出完美的保鲜环境。即使门板上只有发丝般的刮痕，也要打掉重做。光是冰箱就有650种型号，专精完美，这就是德国制造精神。We are really specialized in cooling and freezing. It means all the energy of our engineers are going inside of this area of cooling and freezing appliances. It must be 100% perfect. 探访德国精神的脚步继续往北，位在中部的居特斯洛，这是一个只有9万人的小城镇，但却是全世界 No.1 的顶级家电创始地。你现在所看到这个大木桶，就是最早的手动洗衣机。它将传统的洗衣板制成这个大圆筒，然后再以手动的方式来转动中间的这个金属的卷轴，就成功的把古早人他们原来要花2天的洗衣时间缩短成为15分钟。而这个全部都是在100多年前由德国人所制造的。创新发明的智慧，100年来与时俱进。咖啡机、扫地机器人，或是敲2下会自动开门的洗碗机。德国小镇发展出的家电产品，迅速攻占全球高端市场。6年前，甚至仿效超跑车厂的规格，斥资160万欧元，相当于6400万台币，打造3D 模拟空间。We are working here with 8 projectors. Normally you use 1 for a cinema. Why are we using 8? It's because of the quality of the picture. In our case, you are very close to the glass walls to show them our ideas in a very early stage. 100年前，在磨坊里的洗衣机，坚持从木桶、金属轮轴都要自己生产，到现在高达16000个组装零件，也完全不假手他人，管控品质的严格几乎是到了偏执地步。德国制造对品质要求到底有多严格、多龟毛？以这一台100年制造洗衣机的厂商来说，他们测试洗衣内桶是否合格，需要用到这一条丝袜，也就是将丝袜戴在手上，然后碰触里面的内桶，等到丝袜完全没有刮痕的时候，才表示合格。They put on the first lids of their first appliances these 2 words immer besser, meaning that we have to be better than the last generation, but also the competition. 追求极致、严谨把关的德国精神，不只是在年营收几十亿的工厂里，也可能存在1盒鸡蛋中。德国到底是一个多严谨的民族？在超市买1盒鸡蛋就会知道，除了在盒子上面有标示生产日期之外，在每1颗鸡蛋上面都会有1组序号，而这个序号就可以告诉你，这只下蛋的母鸡，它是在大自然环境当中快乐的生长，还是它是有打预防针的饲料鸡。以这颗鸡蛋上标示的序号来看，第1个数字代表鸡的饲养方式，0是绿色鸡蛋，也就是母鸡是放山鸡，自由觅食，没有化学饲料，生病也不会打针。而1代表的是在露天饲养场生活的母鸡，但会添加人工饲料，也会打预防针。而我买的2号鸡蛋，则是圈养的母鸡所下的。至于3号，则表示母鸡是在狭窄的鸡笼里生活，蛋的品质光看数字就知道。而第1字母代表着产地是德国，后面的一连串序号则是生产企业和饲养笼的号码，
只要有半点问题，食品监测部门就可以立刻追到货源，而这些讯息解释也全都印在鸡蛋盒上，一颗鸡蛋就看得出精准完美主义的体现。尖峰时刻，人车熙来攘往，但比起全世界其他大都会，德国首都柏林还多了点秩序。在德国的火车站或是地铁站，你完全看不到任何的验票闸口，因为基本上他们相信每个人都会诚实的买票。但如果你想要坐霸王车，一旦被查到，不但将处以巨额罚款，还会留下欺骗的记录，以后申请什么都会难上加难。守法、守纪、守时，自己守法也要求别人守法，所以呢，他们很爱管闲事，就穿越道，然后是红灯，可是你左看右看，根本你能眼睛看到的距离都没车。大部分德国人他们都不会走，一定会站在那边等到绿灯才走。那也有人就是觉得说根本就没车，我就走过去好了。可是呢，一走过去呢，常常呢就会被别人当场指责。外派3次，旅居德国长达10多年的大使陈华玉，对德国人守法守时近乎龟毛有深刻印象。他们叫做普鲁士的守时，叫做 Preußische Pünktlichkeit， 准到那个整点。请帖写的7点钟，就你差不多到6点50的时候，或者到6点55，你就远远的就会从那个纱窗大门那边有那个人影晃动。可他们虽然在那边晃动呢，他也不会来按电铃，因为还没有到7点。自觉意识、自律精神、严谨的生活态度和追求完美的性格，于是德国停车场就会出现这种整齐到不可思议的画面。起重机创办人当初发迹的小屋，依旧伫立在工厂，随时提醒着员工们专注，不忘当年坚持完美的精神。而家电博物馆里，除了珍藏着上个世纪的古董洗衣机，还有句传世格言 "Immer besser"， 也就是 "Forever better"。在追求极致这条路上，德国人永无妥协。柏林市中心的一块广场，伫立着2700多座大大小小的水泥石碑，那是为了遭大屠杀的犹太人所设立的纪念碑，和当年普鲁士王国的凯旋门、布兰登堡门只相隔100公尺。Of course, the terrible crimes of the Nazi era will never be forgotten, and we must teach every generation what happened, so that this will never happen again. This is especially a German future. Also, the Germans will be prouder of their history again. 作为2次世界大战的发动国和战败国，历经分裂、统一，25年来，德国早已从倒塌的围墙废墟中走出，成为欧盟第1强国。德国精神在一次又一次激情的失控当中，被存在 DNA 里的理性力量拉回正轨，而这股力量也将推促着这个欧陆巨人继续向前。德国人重纪律、精益求精的民族精神让人佩服，但大国崛起中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在于教育。19世纪促成德国统一的关键一战——普法战争，当时普鲁士的元帅毛奇，他曾经自豪地说：“普鲁士的胜利早就在小学教室的讲台上就决定了。”因为现在全民接受义务教育的观念
就是德国最先创立，从此国力大增。而现代德国更发展出独特的技职教育，小学5年级就要决定是否升大学还是要就业。而英国经济学人更曾经以德国教育和训练是否成为欧洲新政为题，大肆报道欧洲各国，包括希腊、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向德国取经，希望德国可以协助他们建构技职教育体系，来解决年轻人的失业问题。究竟德国的教育制度有哪些惊人的力量，也值得台湾来借鉴。